好嘞，这个就是我们新加坡过来清迈玩的朋友，正好一直看我的视频嘛，然后今天正好有时间，我们就一起坐下来到咖啡馆里来聊聊天。我们对新加坡，其实我没有去过新加坡啊，所以我对新加坡也是挺好奇的，因为我从小就看新加坡的电视剧啊什么呀，就知道新加坡是一个很干净的一个城市，然后消费很高，然后里面有2所好大学，对吧？一个是国立，一个是那个叫理工，对吧？这2个大学，您是国立大学。国立大学毕业的是，哇，特别厉害。所以我们就在这儿聊聊，就是随便聊聊新加坡吧。我们今天，可以。您在新加坡就是现在有买房吗？我自己有，已经有买房了。对。那么你们就是房子，我听说是新加坡房子也是分很多种，是吗？对。有什么商品房啊、祖屋啊，各种各样的。对。如果说到住房的话，它大概有分成3种。不同的类型。那第一种就是政府的祖屋。祖屋英文缩写是 HDB。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那这个的话，其实基本上来讲，就是政府资助的或者政府出钱去盖的那些房间，然后它是适用于那些新加坡公民或者有一小部分是给那个PR 就是说永久居民永久居民。那这2者的区别就是说，公民的话是可以买一手的，一手的就是说你买了那个是新盖的然后它可能是期房，它可能过一段时间它才会交付这样子。那永久居民的话，他是没有资格买那个永久居民是没有资格买一手房，对，他只能买2手房，也就是公民买的一手房，他也可以卖出来的是吗？对，那么然后永久居民就可以去买那个房子。对，但政府有规定，就是说，他为了防止这种炒房，对，他有规定说你买了房多久以后才能够在2手市场上出售所以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需要在那里面住满5年才可以在2手市场上转售。那么那些永久居民就可以在5年满之后，如果屋主放出来这个房子的话，你就可以买，是这样子。然后永久居民的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不可以一个人买，你必须得搭上另外一个永久居民才能，比如说是夫妻，它关系规定到非常的详细，你也不能是，比如说我跟你是朋友，然后我是永久居民，你也是永久居民，我们2个一起去买不行这样不可以。它规定你是什么关系，亲属还规定的非常详细，就是说你是父女什么夫妻什么之类，夫妻可以，夫妻肯定是可以，但是如果是父子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不行父子或者是母女这个都不可以。PR 是这样，那公民的话也是，但公民可以买期房的。那买期房的好处是它是一手的，对，政府有资助，它根据你的收入高低不同，如果你收入超过了这个一个顶线的话，你是没有资格买这种房子的。就类似于我们国内的叫廉租房叫廉什么房就是也是你要达到某些标准，然后你就有资格去申请。这个房价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平稳、比较便宜的，就是大家都能买得起。但他为了就是说杜绝那些，比如说富豪嘛，他很有钱，然后他一次购买豪宅，对吧？那你收入超过那个顶线，他可能就不让你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所以这就杜绝了那种炒房。但也是要申请吗？需要。其实它新加坡有分不同地段，有成熟的地段，有不太成熟。就是说，成熟地段可能那个地方已经蛮发达的，很多人，然后其实各种配套设施已经差不多了。还有那些它扩展出去的一些新的区域，以前可能是一些还没有开发的地段，那些地段现在开始要开发，可能比较边缘一点点。对，那其实不同地段的话，它其实你如果买一手的房的话，那个房价也是可能会有所区别。然后你要去申请的话，你其实有一个中签的机会。对，不是说我
想买这个地段，然后我钱交了，然后你就有。可能也是如果要抽签。对热门地段的话，其实可能有个多少个里面抽这样子，它规定的很详细，很详细。对。那像这一类的房子，我比较关心的就是它大概房价是多少呀？就比如说这取个中位数就可以了。像中间，比如说红帽桥啊，或者是五路，就我现在讲的是一些中间的一些地段，它大概我们叫400多千，400-500千，就是40多万40-50万40-50万啊，新币。新币是差不多1:5人民币，大概人民币4.8，现在是4.8。那我算它5、4、5、20，那就200万人民币对左右。对，这是二手，就是已经在转售市场上。4个房，它所谓的4房，如果你讲的是 HDB 的话，就是主屋的话，那个几个房是包含了。前面那个客厅它算一个房啊，客厅也算一个房，算一个房，所以你讲4房其实是3房1厅，3个卧室，如果你这样理解的话，对，通常会有一个客厅。没有平方的说法吗？有，但是它是用那个英尺啊，英尺，对，跟香港一样是吧？对，但是它是使用面积，它没有什么公摊的所以它就是大概400多千，也就是200多万，这种就算是相当于是政府造的房子，对，算是比较便宜。二手市场，如果是一手的话，会相对会比这个便宜。然后不要忘记啊，如果是一手的话，如果你是公民，才有资格购买。所以它政府的，我觉得它的宗旨就是说要确保每个人都有能住得起。对，就起码是新加坡公民是每个人我都要让你有房子。对。那第二个类型就是公寓。公寓房。公寓其实。通常来讲，就是有包含了一些配套设施，比如说游泳池啊、健身房啊，然后网球场啊。那如果是主屋的话是没有这些的。公寓的话，那这个的话，因为它不受限制，所以你外国人也可以买，会相对会比较贵。那同一个地段的，就刚才你在说什么那个什么桥，如果同一个地段大约在几倍呢？100多万新币。100多万新币，那就是500万人民币起，而且是边边。边。那新加坡现在平均大概收入都有多少啊？那能大家买得起房子吗？可以，就是说大部分人，如果你有工作，通过我刚才讲的第一种房的话，基本上都可以。第一种就是叫对主屋，基本上都，然后基本上也都能申请得到，应该是。对，是的。很多名人啊，他也是买，特别是入了籍的，他买那种独栋，比如说比较有名的就是李连杰。李连杰有在那里有房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可能成龙在哪里有公寓，可能也有。然后还有谁？巩俐我不知道有没有。他们这些就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现在应该还是新加坡国籍。也是新加坡国籍。对，这些他们都在那边有房产。那么像这种独立的带土地的房子，外国人是不能买的。外国人不可以，一定要新加坡人。那其实跟泰国很像，泰国这边也是这样的。你去买公寓是谁都能买，但是你带土地的房子，外国人就不能买，是这样。那带土地的话就是非常的贵，非常的贵。所以我们国内的学区房啊，什么包括房子啊，什么很多其实也借鉴新加坡的，其实有很多，对不对？其实中国有很多制度，可能相当程度上它有借鉴新加坡。最著名的一个就是它的公积金制。公积金是借鉴新加坡。公积金是从新加坡借鉴过来的。那新加坡政府是这样，它是不养闲人。它就是说你必须要有工作。不管是什么工作，那政府不鼓励你不工作。所以其实我觉得有好有坏。那好处是就是大家都工作，那可能你政府就没有太多的负担，对不对？他可能要承担一部分的养老责任，但是他可能这整个政府支出方面，就是说他没有像其他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子，对，养了很多闲人啊。对，因为他如果假设西方的话，我工作不工作，其实拿的钱没有太大区别。对，很多是这样，所以他就有这个弊端但你说它是个好处，但其实说反过来，其实也
也是有不好的地方，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很多新加坡，尤其是在那个吃东西，就大家在市场里面吃东西，其实很多有要收房子，其实有很多就上了年纪的人还在那边工作，而且你要看到是非常没有退休的吗？有60-70岁才有，如果没有记错。那么新加坡就没有说是退休了以后可以不工作吗？他就是一直要到老都要工作吗？他的政策是这样的，是退休年龄是60-70，具体我不太记得，但是他逐年在往后推。就越来越老，等于说是退休。对，他把那个上限往上提，然后政府是鼓励大家尽量晚退休。尽量晚退休，其实我觉得最大原因就是说他希望你在能工作的时候尽量工作，然后存比较多的钱去你的公积金账户，就是我们在这边叫 CPF。这个就我又要说了，那新加坡其实那也不地道啊，他这个属于是耍无赖啊。我一直在交，就像我们国内也在交养老保险、公积金，我们一直在交。本来我60岁我就可以拿了，现在你要我65岁，那相当于你要我多交5年，我不仅少拿了5年，我还多交了5年。你从这方面想是可能觉得他在耍无赖，但可能另外一方面想是他可能其实他政府想的是，比如说他考虑到通货膨胀，他可能你现在这笔钱呢，他其实你自己存的钱是你自己今后用的。对，你不是在一个资金的池里面，它跟中国还不太一样。那你还是在耍赖皮啊！对，本来我存的这个钱，我60岁我就可以拿了。比如说我活到80岁吧，我60岁就可以拿了，我可以拿20年。但有可能你推着你到70多岁，我死了他妈的我都没拿到。有可能有一种情况是你到70多岁的时候，你钱拿光了。他会拿光的，因为他永远拿的是自己的钱，拿自己的钱，不是说永远国家给你这个钱。所以政府他没有包底他不包底所以这是很大区别。那就是一样，我晚拿早拿，迟早都是我的。对，但是你晚拿，你可能相对来我具体我不太能够解释，但是我猜他可能是觉得随着人的寿命它越来越长的话，你这个年限其实应该相对要往后推，再加上各种通货膨胀的原因，所以你现在的1块钱到10年以后的1块钱可能就不顶用了。对，所以它是有一定的理由。但如果你从现在的表面上来看的话，你在市场上看到很多还在那里工作的那些老人家的话，特别是那种头发都完全都白了，还在那里拿端盘子的话，其实就是说你心理上可能，如果你不自荐对，会有一点感触，就是这样子。对，所以说我们一直其实可能跟我是70后嘛，我就一直就是从小就是感觉到新加坡在我们心目当中就是一个完美的国家。其实一直是这样子，我们从小现在的孩子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是我小时候就给我感觉新加坡是一个完美的国家，它一切的体制也行，包括它的环境也行，包括它整个的一切都是一个完美的。但是现在来看，好像也并不是像想象当中那么的完美是吗？我觉得它其实总体方向上是我觉得是挺好的。那肯定那肯定没有一个东西是完全完美的。那你在国内也生活过，你然后在新加坡也生活了那么多年，现在是新加坡公民吗？对。那么你觉得就是和国内差别最大的一个，就是完全出乎人意料的这种东西？因为房子我觉得可能大家都知道它贵，那别的有没有什么好像觉得完全出乎跟国内不一样的东西？最出乎意料就是出行的车这一方面，汽车差别在哪里？就是新加坡它因为地方太小，所以它必须限制可以驾驶的车辆数量所以不是人人能买车。对，那新加坡很有趣的一个规定就是，你不是有一辆车就可以上路，你必须还有另外要有一张所谓的拥车证。英文是 COE， 拥车证。那这个拥车证它是其实是隔一段时间它会有一次竞标，就拍卖按供需来投那个标多少钱，一路来都在往上涨然后最近一次标的话，2022年的话，5月份这次标最近了。A 组的话是68000。68000，30多万人民币。不对，735万人民币。对，这只是一个证。
B 组的话，最近一次是9万50万人民币，就是一个证。那我的理解就跟我们上海摇号牌照道理差不多，拍卖牌照道理差不多。对，差不多那个意思。那车价贵吗？车价另外再算。车价跟我们平常买的差不多吗？比如说日本车。日本车的话，我估计它进口的话，它有个进口的税。税。对，所以你其实一辆车连牌，这个对证明的话，没有个100万人民币，你应该是拿不下的。就最普通的车，1.6排量以下的，对，差不多也要100万人民币。对，然后这个证很夸张的是，它有效期10年。不是永久的。我一辆车，也就是说这辆车等于只能开10年。不是，10年以后你可以续。再续这个证。续的话，你前提是你这个车还符合它的那个碳排放标准。天哪！然后碳排放标准每年又要有新的提高，但是我觉得你一辆车大体上续个10年、20年应该没什么问题，但30年、40年以上，我觉得不太能保证。那本来就是的，但是你这个证也真的太贵了。对，那如果你续一次的话，在你10年到期的话，这个车你还是在自己的名下的话，这个证是可以续的。在那个10年的那时候，你再去标一次，再花一笔钱，这个证还是可以跟这个车不用另外给钱，这个另外标。那你在新加坡这个成本，那你有车吗？在新加坡？我没有，所以我没有车。真的太贵了吧？太贵了，所以他去确保说你一定要有一定的收入的，你才能够拥有车。那也就是说，如果在新加坡你看到一个开宝马、开奔驰的，那就是超级富豪。大概率上来跟国内不一样，国内阿公阿嬷他都可以开奔驰宝马，因为而且国内还可以分期付款，首付可能花不了几个钱，我就能把一辆奔驰开回家了。在新加坡这种是绝对不可能。但其实新加坡人有一些他开宝马、奔驰，有些人可能真的是很有钱，但有些人也有没有钱的在那里冲脸面的也有，我相信也有。那新加坡一般来说普通人收入大概在多少？就最普通，比如说就店里的服务员，就像这里咖啡馆的服务员。如果是服务员、餐厅服务员的话，你要分不同的等级啊。如果是入门的那种，就是做收银啊那种，可能是2000左右。2000那也就是1万人民币左右。对，上下。1万人民币左右。有的会相对低一点，当然如果你工作久的话，会高一点。会相对高一点，也有到大堂经理和3000、4000都有。3到4000，那反正也是社会的这个分层也是非常明显的。也是非常明显的，对吗？它高收入的它非常高。有，但是以不同的类型的人，不同的活法。你住，你可以没有钱的人也可以住，没有人强迫你去住豪宅是吧？你也住不起。对，今天也谢谢了，让我们了解到了新加坡，真的是非常感谢。